我们的脚本其实是找李阳嘛，英文没有那么好的代言人，而且我们的 slogan 是英文讲最烂的代言人。首先他们对这个 slogan 也许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不太理解，可能就说为什么不好好的很说产品演绎类型的去呈现这产品，而是用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然后他们看 A Coffee 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们表情，然后他们就是直接问号，沉默3秒。当下我会很紧张，因为美国人是一个情绪价值给很满的族群，呆住了。就算很普通，他们也会一直说你很棒，你很棒，赞。所以当他们就是沉默3秒的时候，我想说完了，现在我要讲什么？连这么情绪价值满的夸方的都夸不出来了，他们很沉默。他就说所以是想要表达的是，然后我们就很试图的跟他们解释一下，所以他们在整个脚本或是看到画面跟所有的策略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说台湾市场到底在想什么的状况下，我们就做了。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那本集呢，塞恰邀请到的是 Speak 华语市场的负责人陈家军。请家军跟大家打声招呼。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ger， 然后我是 Speak 在华语市场的负责人，英文的 title 是 Mandarin Go-to-Market Lead， 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事情都会负责，包含就是小至可能订餐厅，然后大致规划整年度的策略，基本上就会负责到这样子。基本上呢，原理上会认识Ginger呢，是因为我们大概在2年前，然后不，应该我先讲最早，就是我知道呢，这个 Speak.com 这家公司是我忘记在哪个国外的文章里面看到，然后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文章我应该贴在脸书上，后来贴在 Medium 上面。那当然那时候就是最大的噱头就是这个 OpenAI 直接投资的这一家公司。然后他们用 AI 开始做英文的类似教学这种1对1的这种 AI 的教学。那我觉得是我觉得那时候很有卖点，而且我那时候最早知道的是，他已经在韩国，很奇妙，在韩国，在韩国跟美国为主，而且是以韩国优先，然后开始发展整个市场，而且做的我看起来报道讲蛮不错，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一直过了可能半年，忽然间我忘记是1年多前。对，我敲你，是你敲我，对，我敲你。就问了一下，陌生开发就聊了一下，所以我在他敲我之前呢，其实我爆料一下，我曾经呢怂恿了一个朋友，去写信给 Speak.com 的人说，可不可以在台湾做代理？但这件事显然没成啊，就是我们做了一些方式，陌生还有没成。那后来听到Ginger要做这件事，就说哇，你怎么办到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说，来跟我们Ginger聊聊，就是怎么取得这家公司，到这家公司到公司的工作，然后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就聊一聊。你在Speak.com 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之前其实都是线上教育相关，仿佛是一个线上教育的热爱者。因为我之前就是一开始在 VoiceTube， 就是一个英文台湾的新创，然后英文学习的 App， 然后接下来在 PressPlay Academy 也是线上课程募资平台，所以全部都是线上教育相关。然后到现在到 Speak 这样子。对，所以你真的是一个狂热爱好者，不小心变成一个线上教育的爱好者，就是算是刚刚好。对。OK， 对，所以就这个职涯路线听起来感觉就是很顺畅，但我觉得最大不一样是前面呢，你是在这2家新创都是本土的公司，那只是大约都是在2012之后成立的。对，那你应该这样讲，你怎么跑到了一个外商去？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好，我先说，因为我人生就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所以我有给自己一个很终极的职业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就是要达成2件事情，一个就是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公司，所以我其实会一直在时时刻刻检查自己，说我现在的这个职业的路线是不是有往我的最终目标前进，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要怎么样达成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追寻说我要怎么样
越来越靠近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看到 Speak 有开这个职缺，就觉得它符合很多事情。一个就是国际市场嘛，那个时候已经有日韩、美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公司，它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团队，然后有办法去跟不同人交流。然后第三个就是线上教育，刚好是我个人累积以来的专业，所以就觉得说好，就是它了，我就要投这个履历。所以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的。OK， 所以显然我们今天要找一个可能是国际的，而且这不是工程师缺哦，它是开在 LinkedIn 上面的这一种针对台湾的职缺。其实我该讲说它不是很多吗？也有可能其实蛮多的，其实蛮少，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当时还是有在职中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还蛮喜欢工作的，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我一直听到这句话，工作狂热者。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时不时的滑下 LinkedIn， 然后是先看到 Speak，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公司，我就下载了这个 app， 然后玩了一下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好喜欢这个 app， 因为我找工作有个很大的前提是我要得认同这个品牌跟产品，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喜欢这个 app， 它完全解决了我之前学英文的痛点。因为我之前为了要达成可以进国际公司，其实我自己花了可能2年的时间在自学英文口说，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每天录5分钟讲英文的影片，大概长达了2年之久，然后就是一直检视自己英文口说有没有进步，或是用很多方法。所以那个时候用到这 app 就觉得说天哪，它完全解决我当时这种土炮式的学英文的方法，所以就认同产品，然后也符合我的职业目标。那所以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按部就班，然后做这个规划的。那我往前好了，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台湾就学这个升学起来的大学生。我是台湾土生土长，完全没有出国念过书的土生土长大学生。对，我刚完全找不到词汇。对，我刚忽然间想不出来这个该怎么讲，这是一个没有出过国留学经验的人，对，没有喝过洋墨水的人。哇，终于找到了，人家就是语言比较强，有没有？然后不是对，所以在这之前，其实你就想说，我毕业，我至少先找个至少是个新创，然后我觉得有热情、有兴趣的工作为主，然后我们再不断的这个修正轨道，往目标推进。好，那因为VoiceTube 看起来是比较久远古老的历史了，已经是实习生时代的事情。不是实习生啦，其实在 VoiceTube 我比较像是算是 Product Owner， 但我其实不是 Product背景的，只是当时因为 VoiceTube 也要做一个线上课程的平台，所以当时有点像是从Marketing Manager 转成 Product Owner 去把这个线上的课程平台营运起来，比较像这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很共同的经历，就是大家都开始做那个开课的平台。对，就在那个时间点，我想起来，他就做了那个开课，然后比如说跟 Amazing Talker 差不多，对，然后就找了一个老师，我们就找一个老师，然后就开始开课，然后看起来我那时候惊讶说，这蛮赚钱的。我那时候印象中就是那个 owner 是你啊？最开始的是吗？有最开始的是我 ，OK， 对，但我不确定你看到哪一个，因为那时候突然有对，反正我印象中就是，反正呢就是学语言的，然后开了课，然后就群众集资，然后就看起来感觉蛮赚，大概就这样子，就差不多在就这样子。那也因为你做的那个产品，你因为有参与过这个产品，所以后来就感觉很顺的，就是理论上就跑去了 PressPlay。对，那 Academy 这个是。因为我知道 PressPlay 最早其实跟有一些是做艺人经纪，对。那 Academy 就是线上课程，对 ，Academy 就是线上课程，然后那个时候有分订阅制，就是比较像财经啊，然后每个月会有新的内容，或者是线上课程，就是一次录播好的课程，然后就是上架，就到现在其实这些平台还有其他平台也都做，就是做的很大。OK Academy， 所以它。听起来就是一样是订阅制，在学习某个领域的内容，或是单次购买，文字为主嘛。影片其实也都是录播的，所以也是老师坐在摄影机前面，然后录音。那你觉得这一类型的工作，假设今天，因为我猜测现在线上课程平台真的是蛮多的，你觉得这件事情最大有趣的趣味点，陶丽阳，你这么喜欢工作做这些事情的，到底为什么那么有趣，让你爱不释手？对，我觉得我可以分就是专业面跟我个人追寻的面向。就是专业面的话，其实每一个新的课程上线，对我来说都很像一个新的产品，就他要做市场研究，要做用户访谈，然后要规划内容，然后要定价，然后要销售，所以它就是很像一个小小的新产品的上市。所以我觉得这整段是很有趣的。然后
加上在 Pressplay 比较也是还是算老新创嘛，就是还是有很多时候老创这些人老创，你看他刚讲是，我从来我已经很久不讲我是新创了，我老创，老创，对，就反正那个时候其实因为也是团队很多时候是要做很多新的尝试，才可以跟这些竞争对手一起匹敌，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当时是个 yes man， 我在每一个阶段都会直接去 hands on 很多事情，所以它也会帮助到我后来其实很多职业的发展，就是我不会突然发现我其实离执行已经很远了，即使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刚好带领一个蛮大的团队，就是专业面，然后另外一个像是个人成长面，就回到我的职业最终目标比较偏向国际市场的方向，然后是市场营运。所以我觉得在营运整个团队的过程中，我也会学习怎么样管理这个组织，然后如何管理越来越大的组织，然后让整个团队往一样的方向前进，所以它就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面向，对我来说。OK， 所以这是你工作的最大的动力哦，我觉得我体感上是这种感觉。对，那你觉得在 Pressplay 你做过哪一个是你觉得最有趣或是最棒的案子啊？哇，我想一下哦，最棒的案子，我觉得应该我可以讲，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是最多是快要20个人的团队，你们那个 team 对，所以我的 team member 其实已经有一条龙的做了很多事情， okay. 对，所以他们可能是包含有内容型的，有影像的制作，有投广告的，有开发的人，就是全部都有了。那当时我可能是一个主管的阶层，所以如果说很多案子都是团队一起完成，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是我当时刚刚讲 Yes Man 的故事，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在有一些断点或是需要支援的状况下，我会就说那我可以跳下去试试看 hands on 这些事情。所以比较有趣的经历反而是当时我们可能在行销资源上面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课程的上下是不能 delay 的，课程上下我们已经跟老师讨论好时间，他的卖就是得在那个时间卖，但是可能当时行销资源没有那么够，我就说好，那不然我来投广告好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规划行销企划，然后我自己来投广告，然后就觉得说好有趣哦，在里面其实也学到很多之前比较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就很 hands on， 但我觉得很好玩。OK， 就是投广这件事情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其实跟所有群众集资的专案可能都很类似，你有投广，你要做素材，你可能要找商品，或者跟老师沟通，然后拍影像、拍制作啊，这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去处理。那显然不会。现在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做完啦，但我刚刚讲并不是说要credit100%给你，但你刚刚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在哪一个部分是最有趣的。那好，那接下来就是离开 Pressplay， 然后像刚刚讲在 LinkedIn 上这个寻觅，没错，寻觅。所以其实，在 LinkedIn 上你会看到有些职缺丢给我，我就想说。找个10年我可以啦，但是现在我可能也现在我也没有那个战斗力再去好好这样一直这样做这件事情，所以君姐刚好找到了这一个工作，然后好，那你是在 LinkedIn 上就 apply 了，那 apply 接下来呢？接下来就经历了非常久的面试，大概好像我后来自己算了，可能2个月大概面试了8次。就是很疯狂，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真的用英文工作过，所以我每次面试完就是腋下超级湿，因为很紧张，然后加上时差的关系，所以我的面试可能都是半夜12点或是1点，就是配合美国的时间，所以就是经历了非常非常细节跟缜密的面试，因为我觉得 Speak 算是除了重视专业能力之外，也很重视人格特质是不是符合的，所以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这个人，然后看你的个性，看你的工作模式，对，所以。哇，8个人，因为我认为 Speak.com 应该还算人可能现在蛮多的啦，就是说，但比较扁平。我的意思说，它的阶层上是比较扁平，但是需要到8个，可能有同才，也有可能主管，然后到老板都出现了。同才、主管、老板，或者是对同才有点像是总部在做类似事情的人，然后他可能也会想要了解你，大家都想了解你，这样全部的人都想过来看，对，所以非常细节。然后中间有的关可能是比如说回去写提案，然后可能还有一个提案报告的时间，这样。哇，然后就这样，这要过几关啊？听起来7、8次，然后大概快2个月。哇塞！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你现在观察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啊。后来有优化，在我进公司以后，就是有稍微提出来说，发现好像有点太久了。真的是因为我太久，对不起，我太久没有工作，对我太久没有去面试了，然后我也没有去外商工作过啊，我也有，但
但通常 local 都已经决定完一切了，没有到总部可能有看过一次，但通常没有到80，的确80听起来是一个特殊的状况，不过现在已经被优化了。对，蛮特殊的，后来被优化，至少可能有一些面试可以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发生，不要跟我一样，或者时差不要那么夸张。对 ，OK， 那面试这么久经历，然后你要做非常多的提案，然后接下来 onboarding 呢，因为他就好像因为你是台湾第一人嘛，听起来华语第一人，所以第一个，那当第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自己想。对，因为他当时面了这么多关，他就是预设你是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人，所以你要当第一号，你就要自己想办法想出来你要做什么。所以当时其实比较有趣的是，我 on board 之前我就先飞到美国总部，就是先认识大家。他们是一个很重视人跟人的实际交流的公司，虽然我们明明看起来非常的遥远，但我们就要常常就是实体的碰面。所以 on board 前他们又邀请我直接飞到总部去参加一些会议，然后了解大家在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大概熟悉了大家，然后有熟悉可能其他市场的同事，就回台湾自己埋头开始写自己的计划，然后同时也可能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一些明确的成果，让总部对你来说对你是信任的，然后相信你可以做到更大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举例说，因为就好像说我已经有了，在他上 onboard 之前，我记得就已经有韩国嘛，然后美国，所以日本好像已经上了。对，那就有至少有功课可以抄吧？没有，有功课可以抄，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市场，比如说韩国其实已经蛮大了那个时候，那日本也是快速成长中，所以当然有一些公式，但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要怎么样达成，就是建立于过去的所有的在 Voice 或者在 Press Play Academy 的经验。所以我刚才讲说，如果我那时候觉得 Yes Man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应用在这个时候，完全知道说一个新产品上市，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的流程，我的顺序是什么样，才可以达成这个目的，这样子。OK， 那显然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一年多，一年刚好一年而已吗？刚1年，我就是去年4月 on board。哇，那回来跟我们来回顾一下，简报一下你这1年做了些什么？对，就是刚好1年，所以哇，做了很多事情哎。对，所以我刚刚进门就说，我觉得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但实际上没多久，但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真的是蛮多事情哇！我想一下，做了什么？是不是？对，就是我们来一个年度回顾好了。据说刚刚有回去这个续子去旧金山稍微跟大家 report 了一下，对，然后刚好我也做了我的自己的 performance review， 已经跟主管报告、跟总部报告完了，对，再报告一次。我怕大家不熟悉啦，因为有一阵子的时候是广告打蛮凶的，我自己蛮知道，但我怕大家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可以分享一下。对，好，分享一下 Speak 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就是说，今年这1年你在台湾做哪些有趣的事情？你觉得对最有趣的事？好，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好了。Speak 我们的产品名叫做 AI 英文口说 App， 对，然后其实主要就是 Speak 有一个学语言的学习法，所以其实包含从一开始的有一些影音课程教学，然后到一些口说的反复练习，然后再到跟 AI 的对话。然后 AI 呢，它会修正你可能你讲错的地方，然后它会针对你可能讲错的东西，给你一些客制化的课程。比如说你跟 AI 对话，你很常讲错这个句型，然后在你对话后 AI 就会帮你设计一个这个句型的专属课程，所以你会有点洗脑的一直在反复的练习同一个你的弱点，然后让你的这个程度可以加强。这是 Speak 整个概念，就是大部分人很多人认识我们还是AI 这个关键字，就觉得说可能就是跟 AI 对话，但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可以慢慢传递给大家知道的，其实是比较像 Speak 的学习法。因为所谓的 AI 对话，它其实很容易达成，你跟 ChatGPT 你就可以对话了。那 Speak 之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学习法是有点像是建立于人类整个学习的回路，人类学习的回路，或者是方法论，或者思考的脉络，其实是要有一个知识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所以它不会只是一直讲，因为如果你一直讲的话，你就是建立于你已知的知识，你没有办法有新的输入。那 Speak 就会希望我们从影音课程，从反复的练习，让你有新的输入以后，你再对 AI 练习讲出来，然后 AI 再发现你的弱点，然后再给你新的输入的这个路线，其实才是我们很希望强调，然后也会觉得是为什么不用 ChatGPT 就好，或是为什么不直接用其他的 AI 学习的 App 的一个蛮大的差异点，这样子。对，因为我想每个人就会想到那一只秦德鸟，那为什么我不用秦德鸟来做这件事情？对，不一样哦，就还是本质，对，因为他们也还是有很多所谓游戏化的方式，那他们有
他的那一套的方式，对，应该是说是我其实没用过，对不起。有，我有用晴了鸟，我自己也有用。那你我没有要评论，没有要批评他，但是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点会是什么？我用晴了鸟是学日文啦，我用英文还是我们自己的 app 解释一下。然后我觉得蛮大的差异是，晴了鸟比较是它会给你一些新的单字，然后它的句型是建立于可能在已知的单字里面，你可以去排列组合。所以我觉得它的强项有许是吸收一些新的单字。了解新的单字的用法，但是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口说跟互动，这会是一个蛮大的差异点。OK， 你有用过吗？很多都是单字，就好像有种活动式单字卡的感觉，他会一直丢各种单字，然后问你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算是叫你拼句子，其实感觉也是以单字的意思为主，然后文法的地方就很少这样。真的啊？蛮多就是单字记忆，所以我用它比较像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语言我单字量还不够，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搭配一下使用这样子。OK， 好，所以要回顾了是不是？我还没回顾。对，我们要开始 review 了，我们要进入 review 的阶段了。不是因为玩，好可怕。不是，但因为很好玩嘛，因为我看他做，你看着我长大是不是？对，我看他做很多事情。看着我长大，不是因为他会在Threads上疯狂发文，你知道吗？疯狂，我没有到疯狂，对不起，我严重了，但是就是你会看到他常常在发文，然后在分享一些不管是在 Speak 最近做的事情，然后我的为主了。对，好，一年回顾。对 ，Fox 真的是看着我长大，因为我是一开始刚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有去请益了一下，在聊天，前辈大师。对，我们在楼下那个美食街，然后点了一杯木瓜牛奶。我靠，我还记得。对，好，一年回顾。其实，我觉得整个回顾的话，会是一开始在进市场的时候，其实有分了蛮多不同的阶段，然后。一开始不会是说我们全部管道都来，然后全部事情都做。其实有分阶段设定一些目标。第一个目标其实希望建立一些品牌的信任感，因为当时在我加入之前，其实总部已经有在小小的投一些广告，但那些广告其实看起来就会有点奇怪，他可能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拿着 app 说我不会说英文，就一切很没有逻辑，也不太合理，所以大家也会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度是低的，然后加上可能在一些社群媒体的形象上面也看起来是一个外国人经营的品牌，所以第一件事情其实对，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品牌的信任感，而且是够在地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没有立刻找很多大网红，或是投很大的广告预算，我们是先从社群内容的优化看起来更在地开始，甚至我们有邀请一些用户免费的体验，然后让他们在 Threads 或是 Instagram 上面 po 一些他们的使用心得，是真实的心得，所以慢慢的建立一些品牌的信任度之后，我们也优化了一些对外的广告素材或是沟通的方式，就是不会有奇怪的外国人，而是真的是台湾人，然后再跟你介绍这个 app， 或是他用过了，他再跟你分享一些他的心得。这比较像是第一阶段，等确保品牌的信任度都有，然后品牌形象是 OK 以后，我们才会到第二阶段。那为什么要分阶段？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一次打很大的广告，我发很多新闻媒体，他发很多网红，然后当用户搜寻后，他会搜寻不到任何资料，或是一些很奇怪的国外报道，那等于是我进来的流量就浪费了嘛。对，所以我先得确保第一个阶段是做好，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其实开始去放大广告的预算，我们做很多广告素材的测试，去找一些成功的素材，然后同时慢慢的网红也越来越大，对，然后去建立一些网红可以沟通的框架，甚至其实每一个网红合作前，我们都真的开权先让他用1个月，所以他们是真的有用过这个 app， 他才有办法写出比较真实的内容。对，然后可能新闻媒体也会在这个时候慢慢的曝光了，才会在每个管道接下来渐渐的放大。对，所以它有点像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到最后就是可能开始有电视广告、有户外广告，跟大家年初看到的差不多。其实说实在话，坦白讲。那波广告我完全没被打到，你没被打到，我完全是一个传统媒体洗不到的人。我只知道我是因为他知道才知道原来你找了羽球国手。那你怎么会没被打到？我完全没有，就是我。可是前面不是只有传统媒体，网络上也有啊，有。我是从你那边知道你们在拍摄幕后心得我才有知道你们找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剩下所有广告我从来没有被打过，就是我也觉得，但你前一波就是很多 KOL 那一波，我导师常被洗，但是那就是一个
就是很正常，我觉得我会被讲，所以我是一个完全跟传统媒体绝缘的人。真的假的？对，我完全，我下次把你的 email 输入在我那个后台，让你一定要被打到。不用，我跟你说有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感受上，你被打到吗？我说在这个国手们我换念李阳是吗？李阳这对嘛是吧？我怕我讲错，我要被打，你知道吗？但是你也知道，我对台湾事务不是很熟悉。但是对，所以他们2个广告，你有被打到吗？李阳的广告有啊，我有看到啊。在哪里？好像是网络上有看到，但是如果我回家有看到电视也会。所以理论上是 YouTube 跟电视嘛？YouTube 电视还有所有的线上媒体，然后跟户外广告，其实有公车跟计程车跟捷运站。我完全是一个那种就是我大概可以自动忽略很多广告，也不会啊。可是你已经太习惯于广告，你就会自动屏蔽。我觉得我可能是自动屏蔽了。还是你买那只 Meta 眼镜有什么特殊的遮蔽功能？但可以说在年初的这一波是你们这个1年来最大公示。对，最大公示，然后也是预算或是对总部很愿意我们来讲就是说，这显然是一个预算比较大额的投放，而且是经过了1年的积累。那你有没有像刚刚讲计划的前面就是初期你要先打底啊，然后开始找曝光啊，然后开始到这最大波酝酿了1年。那在这个最大波的时候，你怎么去说服老板们说，这个可以了，或者还是已经看到有点这个 traction， 我们看这个订阅使用者慢慢有上来，我们要来这个用力一击，就是这个策略是什么？好，但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很有趣，因为我们上礼拜正好在首尔，全部人一起出差，然后我有见到我老板，然后那个时候也有跟所有的同事就是分享一下台湾这个品牌活动的成果。然后老板那个时候他还很老实跟我说，其实他当时听到我报告的时候想说，你到底在想什么？那他那个时候这么传统，对他那时候没有老实跟我讲，因为总部其实是一个非常尊重在地市场insight 跟策略的人，所以他们是说他们自己在总部讨论说，到底Ginger在想什么反正最后他们也没有跟我讲，所以我就默默把这件事情就是继续执行下去。然后我觉得，那为什么可以让他们不说什么，然后让我们执行下去？当然总部对在地市场其实蛮信任的之外，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进台湾市场的时候，有些策略其实做对了，然后成效也变好了，所以让他们知道说 OK 这一群人是懂市场的人，我得相信他们，所以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感越来越多，投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我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反而是一开始一个蛮大的转变点嘛，因为其实一开始他们用很多可能国外的素材，然后直接应用在地的市场嘛。那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不太行所以当时我们找了一个我很帅的朋友，然后我找那个很帅的朋友真的用了 app 以后，请他帮我拍一些广告，我甚至是我用手机拍，然后拍完后我自己剪，完全就我们2个自己对土炮进行实战派，对进行以后那个广告成效非常好。当时他就有点吓到，想说你找了一个random 的人，然后你做了一个这种成效这么好的广告，然后甚至可能接下来可以做更多一样的 template， 然后做一样的素材，那个其实一个蛮大的转变点是总部看到一个新进的台湾员工原来是可以这么懂市场，从这么小的方式就可以知道用户需要是什么，所以他们对我们很信任。那接着就一次一次的慢慢的成长，也都有蛮好的成果，总部的信任就越来越多。所以在最后我们提了一个很奇怪的提案，甚至是这个脚本他们也看不懂的状况下，他们还是没有说什么呢，就让我们去进行了这样子。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预算嘛？对他们来说，当然韩国跟日本的预算其实也是不懂小觑，对，也是另外一个。你看是不是？我还是可以讲出接得下去。OK， 因为说得出一些成语。显然，这个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也是比我们大个几倍，大了蛮多的。还是觉得 OK， 还可以啦。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 OK， 这个我可以还是可以接受。但应该这样问说，前面呢一个当然是你刚刚讲 hands on 有投广的经验，所以你有办法知道素材转换的重要性。那最明显就是 CTR 变高了，颗粒数变高了，转换变好了，对，那就对了。他就可以接受嘛。那再来是那日本跟韩国他们前面有类似的例子，我意思是说比较像是全通路的打，而不是只有在脸书上或 Google 上去处理的广告吗？你说他们的品牌活动吗？过去韩国其实因为韩国已经蛮多年了，所以他们也慢慢的就是比较像台湾了，一开始锁定几个主要的管道，他们也是网红
influencer 为主，然后广告，慢慢的可能有 CRM，有一些 affiliate marketing， 对，就是慢慢广告越来越多，到其实韩国这已经是第2年做很大型的电视跟户外广告，然后2次的成效都非常非常好。你说韩国啊？在韩国， okay. 就是韩国的品牌知名度，我们有个蛮大的衡量指标，就是这个品牌在未提及、没有任何提示的状况下，问他们说，如果讲到英文口说，你想到第一个品牌是什么？韩国在 Speak 在韩国其实已经算是已经是第1名了，对，那就是也是好多年累积。那日本也是类似，但日本可能也许因为市场的差异，他们也锁定了很多传统媒体，他们有很多杂志报道，他们那个市场太大了，新闻报道也是蛮不一样的，对，会因地有一些差异啦，但其实就是蛮知道说是只要锁定什么管道。OK。所以在台湾反正就争取了我们做影像的，那提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他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不应该做影片吗？还是剧情？还是什么原因？但不是影片，因为其实韩国跟日本做了更大的电视广告了，是他们不太知道这个脚本的概念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脚本其实是找李阳嘛，英文没有那么好的代言人，而且我们的 slogan 是英文讲最烂的代言人。首先他们对这个 slogan也许可能某种概念可以懂，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不太理解，可能就说，为什么不好好的很说产品演绎类型的去呈现这产品，而是用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这是第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他们不懂的点是在他们对，他们也问我说这人很红吗？这样我说很红，不用担心。然后第二个疑虑点，其实在他们看到 A copy 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是线上会议，然后我们都会开镜头，所以就电视广告的 A copy 就是看那个流程这样。然后他们看 A copy 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他们表情，然后他们就是直接问号，沉默3秒。当下我会很紧张，因为美国人是一个情绪价值给很满的族群，呆住了。就算很普通，他们也会一直说你很棒，你很棒，赞。所以当他们就是沉默3秒的时候，我想说完了，现在我要讲什么？我没有这个预设，连这么情绪价值满的夸方的都夸不出来了。哇塞！然后我就看他们就看我说这是。A copy， 我还解释说这 A copy 哦，所以如果颜色什么的话，你们就不用担心哦。然后他们很沉默，他就说所以是想要表达的是，然后我们就很试图的跟他们解释一下。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是请李阳有点半没有按照脚本的去很自然的讲一些英文，想让大家比较有共鸣，比较有亲近感。然后老板当时说，他英文有很不好吗？我说你觉得没有吗？就是他们台湾人比较严格，对，台湾人比较严格，他们其实觉得其实可以对话或者讲一些句子，他们就觉得看起来也还不错啊。所以他们在整个脚本或是看到画面跟所有的策略都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说台湾市场到底在想什么的状况下，我们就做了。就是他们的想法跟台湾人的观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看完以后，他们会 get 到这个这实在是文化 gap 太大了。就是说，也许对老美来讲，他可能觉得口音没有很重要。对，反正我印度腔我也听过。我觉得他讲了很多词很顺，这样。就是反正我听得懂啊，就我知道他要干嘛。那可是台湾人可能对我们自己真的是有时候也可能比较严格，就是我们要。这个发音 accent 要很棒啊，文法要很刁。网友严格过，真的，我天天呐，我天天呐，这个你的字哪个发音有问题啊？什么的，我现在都回应说不予处理。没有了，我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做法，但是对我觉得台湾人的确对这件事情是我们本身会知道有这一个文化存在，对，所以就是针对这个目标。加上他们会跟韩国跟日本的广告比，因为韩国跟日本比我们早推出。可能半个月，那韩国是走非常非常国际化，而且他们用技术复刻了一个在韩国很知名的摇滚巨星，那个摇滚巨星已经过世了，但他们复刻他的声音，然后来介绍 Speak， 搭配很多网红的画面，所以韩国他们很好理解，非常国际化。日本就是找了一个很可爱的日本女星，随时随地在用 App， 然后很可爱的就是讲，你可以拿这个来台湾放吗？对，真的是蛮可爱的。然后那个也很好懂，因为他就是在用 App， 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日系笑容，然后看到台湾他们就什么意思？你们找个羽毛球选手，好，第一个都走一个高质感，对，高质感路线。然后我们不会，台湾人不会讲英文，你们到底有什么奇怪的毛病？对，但还好他们非常信任我们，所以我也就是没有管他们的很疑惑的脸，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是我们会做下去，然后它是一个很有市场观点的一个广告。
所以以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传统上当然这种全通路型的打广告，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一个品牌印象嘛。第二个是这个订阅成长，这是很现实的。那以你们来看，你们比较重视哪一个？还是都很重视？然后怎么事后去看这件事情是成功？不管是台湾、日本或者是韩国。我们是怎么衡量这些指标？其实最主要我们会看品牌的知名度，所以其实我们很频繁，或是我们每一季会做品牌的知名度调查，然后这个调查就包含提及，就是提及跟未提及，也就是说，在没有提示任何品牌名的状况下，你第一个会想到的品牌是什么，以及以下这些品牌哪一些是你听过的，然后这些是我们品牌知名度一个蛮重要的指标。或者是你是从什么管道认识 Speak 的，对。但是除了品牌知名度之外，我们也会评估整体的销售成长的表现。那当然内部其实有非常细节的数据的指标去评估说，这整件事情是因为广告纯粹的线上广告带来的，还是整体因为品牌提升而带来的整体效益的提升。我们内部其实是有一些指标来追踪的，但这两个其实都会看。所以所谓的成功其实就会包含品牌知名度有很大的提升，那整体的行销使用的效率其实也有会很高的提升，就会是蛮大的指标。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些矽谷的公司啊，对于这些数据量化的追踪非常的厉害。我们过去听了很多人这样子讲的。那依照你这个经验啊，比如说第一个刚刚讲这个品牌的印象啊、知名度啊或提及度啊，这个是有一个线上的工具吗？还是说它是你们会委托一个市调公司来进行这件事情？如果是品牌知名度的话，是我们有委托市调公司。但如果是可能内部的那些综合的衡量指标，我们是有一个数据团队在专门去分析，然后去看什么样的指标最能够精确的代表这些事情的成果。对，这其实也是我进 Speak 很快乐的一点，因为大开眼界。因为其实之前在台湾新创也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样讲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不，没事，大家不要放心上，各位老板啊，不要放心上啊，我们只是要跟这个矽谷做学习，好不好啊？学习。就台湾其实很多新创都有挂数据工程师或是资料分析师、数据科学家各种 title。对，可能是我个人的经验，先打一个那个，对，先打个安全的那个线，这样可能是我个人经验，我当下会觉得说，哦，好像就只是捞资料跟整理报表，我不太确定这个团队或这个职位到底实际上它的帮助或者价值在哪里。确实。对，但我进到这个公司，其实我很常一直回家会跟朋友分享说，天哪，我觉得我得到了好多数据，而且是有人真的在分析这些数据，然后跟我们讨论说他观察了这些 insight， 他觉得基于数据可能接下来可以做什么事情，哪一些管道很有用，哪一些管道可能没有用，我们可以降低投入的资源，这些是我以前不曾得到的，所以会觉得哇，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然后这个团队其实也有好几个人，他们分别追踪不一样的数据，可能是新用户的行为，可能是销售相关的行为，可能是学习一段时间后的行为，所以它不会是很浅层的停在转换成本或者是行销预算使用，而是很多很细节的互相的指标来支撑这件事情。好，那Speak 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就这样大概有10个人以内的团队或5个人左右的团队吗 ？Data Science 因为他们各自挂了很多不同的 title， 所以我还觉得最大综合多少，但是就是感觉上不到10个以上。还是更多？应该没有更多，对，差不多是这个size。OK， 感觉但还有在持续招募更多这个类型的人，5到10个在做 data science 的，包含了，但他们 coverage 可能不只有台湾，对，就是各个市场。然后那他们会跟你分享大概是以什么样的 weekly 或者是不可能是 daily 吧，是 weekly 或 monthly 的 base， 通常会是 weekly， 然后Speak 我不确定 Speak 还是可能是。这类型的公司很喜欢1-on-1，所以我们就是每个礼拜这类型的公司都很喜欢，对，都有非常多1-on-1，那他们可能就会在1-on-1的时候分享说，他近期可能有什么新的 insight， 或者是韩国跟日本有什么好的数据成果，台湾要不要复制，或是要不要试试看。所以不只是台湾市场内的研究，而是跨市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但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忘了，就是一个。资料，但它不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它不是，我们虽然品性，比较像是对 market lead 的一个 1-on-1， 就是定期的一些数据的分享。OK， 数据分享，然后得到以 weekly 在进行。然后你觉得你现在看到最重要的，这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但最重要是哪个数据是你的北极星？就是最终以你来，但我讲订阅数，这实在是一个太笼统，还是这个不是？
我想一下，我可以很大方想，就是我们会看行销的使用效率啦。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对。我想一下，好，就是有点像投资报酬率的概念。对，就可是讲白对，但我们不是用 ROI 来算，那我们有其他的算法，但概念是类似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投资100块，我觉得但有些时候品牌的这个印象，它没办法被这样量化。对，所以我们内部会切分，说是广告来的成效，还是综合型的。那综合型跟广告相比，就会看到其实品牌的带来的差异会在哪里，或者是。对，也不知道能不能讲，或者是一些可能搜寻的量 organic 的来源，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衡量指标。这个应该还好。对。OK，对，所以它可能会因为不同对，因为你可能是 organic 的，那因为我做的这 branding， 我的 organic 忽然间多了很多，我也许可以判断说这个是因为品牌造成，所以organic 搜寻或者是这个 AI 搜寻来的多很多，那也许这可以这样子来量化。对，当然我们其实。比较大的市场，像在韩国跟日本，他们其实有委托第三方做更细节的综合所有 channel 的数据分析。就比如说，其实真的有些来源是因为电视广告，是因为户外广告，这个也有委托其他的合作的平台或是工具在进行。所以其实他们其实蛮愿意在试调这件事情花钱对，我也是蛮吓到我的，因为台湾可能每季一次，但韩国应该是更频繁的频率。然后也是蛮愿意投注在这个部分的，因为我感觉上、体感上，我相信，对不起，我乱猜啊，这个 Press Play 跟他们应该是没有了。我印象中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OK， 好，对，确实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什么都没说，或是我印象中没有人提及过这件事情，就是说以我们说的是 Fox， 对，是 Fox 说的，Fox 猜的。我猜我认识的人，从来很少人跟我提过说他们最近有用某个市调公司，然后做追踪这个订单，然后每季说，我们跟上一季我们的 awareness 提升很多，我们好像很少，我好像真的我在同侪里面我甚少听到的，但是。美国似乎或者说我听到的确在一些欧美为主的公司，好像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法说的对，对，我说美国公司你们现在其实有的嘛，就是有 regular 在做嘛。对 regular。OK， 那好，那现在这个 AI 做这个，因为实际上用 AI 来做学习语文，我感觉真的是遍地开花，满地都是。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传统势力，就是比如说真人教学。对，那你觉得这个 ratio 现在是AI 是陡峭的上升，还是平缓上升，还是其实没有就还好？就是他们会是一个各做各的事情，共存的很好。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对，这很大的在问的。你觉得真人？先访问你。哇靠 ，Fox， 你觉得真人家教跟 AI， 你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你有用过吗？你有用过吗？没有。你说，对不起，你说我有没有用过真人家教？没有。真的。我没有家教过，我没有被家教过啦。那所以对我而言，用 AI 来学习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新形态的学习的方式。那我最buy in的一个点啊，当然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被有教无类、客制化、个人化的一个学习方式。对，那这是一个想象嘛，美好的想象。因为我今天假设我这个字念不好，我就可以念100遍，然后这个 AI 也不会骂你，他就说我可以再帮你之类的类似这种感觉。但是人可能没有办法24小时随着你一起去做陪伴，或者是跟你一起1对1练习。那当然缺点就是真人有一个情感跟温度嘛，跟喜好你无法，但这也许未来会被克服啦。所以但还是有一些温度上的差异我猜测。对，你说的很好。我靠，是不是要不要？可以。没有回答意思。我靠，这一招很高啊！不是我访问你，不是你访问我。回答。对，但当然 Fox 讲了很多，就是当然最就是大家也觉得蛮大的差异了。然后其实我们做了蛮多用户的访谈跟调查，其实还是有蛮多也做很多访谈跟调查。我们很喜欢做访谈跟调查。对 ，OK， 好，对不起，我打乱你的句子。对，然后其实有一些用户其实是并用的，因为我们当然进市场最大的用户的学英文的痛点，其实不止台湾，是韩国跟日本都是，就是很害怕犯错。然后很害怕面对真人，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他们会觉得跟 AI 怎么讲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跟真人
线上真人家教，你讲了5次错的，你开始会有点不好意思，你会有点觉得有点丢脸，想说我都没记起来。但是 AI 你会没有这个压力，所以有一些用户他的确是日常会每天打开 Speak 用 AI， 他可能2个礼拜上一次真人家教练习。就是测试一下自己的口说能力有没有变好，这其实是有一种使用方式。那当然，另外一种对他们来说会选择Speak 而不一定是真人家教，原因是因为真人家教好的老师有时候非常难约。就我自己之前学英文经验也是，他超级满，那可能会让老师或是学习的品质没有那么一定，或者是有些老师可能更偏向聊天，他不一定会真的说今天的课程下一次的课程，那你上次讲错的地方是什么，我可以帮你修正。那这些可能就是 AI 可以补足真人家教没有办法达成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与真人家教携手，让台湾的英文学习市场变得更好的概念，就它有点像是互相相辅相成，然后 Speak 可以达成一些真人家教没有办法满足用户的一些期待或者是需求，对，也是蛮大的差异。那假设如果刚刚讲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像真人，然后针对台湾，比如说像也许你在 Speak 在日本、韩国跟台湾有做什么样更在地化的内容比如说我之前看有些我感觉是统一制作的，对就是全球大概教材内容本身，那针对台湾呢，开始已经有在地化内容吗？还是就是说臭豆腐之类的这种的，然后还是没有？有，你问得很好。有，我们其实台湾是一个蛮特别的市场，就是只要总部或是内容团队有新的内容，台湾通常是第一个先推进的市场。所以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有影音课程嘛，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针对影音课程去做一些内容的翻新跟修改、优化，这些全部都是台湾市场其实第一个可以优先的。那除此之外，有很多是台湾市场才有的，比如说我们也是数据，就透过数据观察，很多用户他自己建立想要练习雅思的课程，或者想要练习商业英文的课程，所以我们后来就直接有 AI 的主题课程，是有内容团队设计过的课程，就是完全有雅思的主题或者是商务英文的主题，这其实就是基于台湾市场的需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是，台湾有双语课程，就是我们针对比较初级的影音课程，老师是会用中文搭配英文教学，让大家会觉得说不会立刻有全英文教学，比较像是有距离感。对，这些其实都蛮台湾限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是，我们其实上一次电视广告的那个李阳的活动里面，我们 App 内也有用李阳的声音做一些课程，那这个也是在地化，台湾在地化，然后做比较有趣的事情，这样子。我小时候，你小时候是很久以前。小时候我也做，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我有做过一个恩慈库的服务不知道，没人知道。我在当年这个 Naver 韩国的这个 Naver 来台湾，然后我们在台湾呢，我那时候在这个 Naver 台湾工作，那我们引进了一个服务叫恩慈库，原理上呢，它就是它有点像字典服务啦，就是你搜寻一个单字，它跑出跟你讲。在英字典面结果、英汉字典结果，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结果。那时候是想说要做各式各样的字典 ，anyway， 反正这是最开始的做法。那所以我那时候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个 PM 嘛，所以我要冲高流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单字卡。那大家真的很喜欢雅思、TOEIC 跟这个各式各样托福的各种考试，因为的流量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服务，我们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流量。但那反正就是 KPI 目标，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做了。那我只要分享说，对台湾人真的很喜欢，但日本喜欢背单词，日本跟韩国没有吗？为他们这么喜欢考试？韩国有自己的英文考试的测验的类型，那韩国的内容。我觉得台湾通常是第一个，就是台湾会先发起说我们可以做这内容，那可能韩国跟日本看到说台湾有商业英文，日本也蛮需要的，那我们可不可以也一起大家变车？为什么啊？不是，我们也会搭他们变车啊，互相搭变车，有道理。那韩国你觉得他们最强的、最热门是什么啊？哇，你可能要问韩国人。OK， 不是我只想说，你有看到他们特别强想要搭便车的？他们有女团教英文哇，这个我也想搭这个便车，这听起来很合理吧？我有跟他们许愿过啊，我说你们可不可以找一些女团，找一些什么什么 Lisa 什么之类的来一下，我们台湾应该也会说。这是我的便车许愿清单。OK， 好吧，这是台湾的在地化的内容。OK， 那语言那怎么一般人怎么评估自己学习有效？除了刚刚讲说。我找真人的来知道我口说进步了，但一般人是我自己再去考个试吗？怎么检验这件事情？好，其实我们有一个
我们接下来会上线一个还蛮好的功能，现在还不能讲，但我们会上一个蛮好功能，其实是有助于用户去评估他的一直以来的英文口说累积的状况。Okay. 对，然后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又要做用户调查，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些用户调查，了解，因为分数的评估有点像是量化的，但我们其实会定期做一些调查，了解心理层面的，比如说他是不是说英文更有自信了，或者他在说英文他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有点像是软性的了解一些在说英文的痛点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有效的解决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因为 Speak 其实虽然我们是主打 AI 英文口说，但主要其实还是像刚刚讲到 Speak 的学习法，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回路，从输入到输出，从输入到输出，所以用户会在一直反复的练习当中，他也会感受到说自己的错误的率变少，或是他原本容易犯错的地方，他接下来是可以很自然的讲出来的。OK， 好，那这个是英文，我想知道，因为你自己从事教育行业这么久，不是啊？线上教育爱好者，线上教育爱好者，你对于 AI， 我们讲一些这种很宏观的，我们把这全部不管了，就你。就比如说，你对于 AI 对于人类教育的影响，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未来的想象是长什么样子？哇，很宏观耶！不是，我们刚刚这个就很微观嘛。这个讲完，大概我觉得差不多了，就是可以讲个宏观的。对，我们讲个宏观，因为这个，而且你是个线上教育爱好者，从事本行业数十年哦，那对嘛？那总是有数十年 ，OK， 对，要有一个展望了吧？数十年有数十年吗？乱讲。对，展望是什么？展望就是我觉得 AI 是一个辅助，就是真的在语言学习上面，不会是说不只是用 AI 来学语言，而且它是一个很有效的辅助工具。比如说，其实很多用户许愿说，想要更沉浸式的学习，是不是 AI？未来你对话的时候，对，他可能可以看到你的情景的背景，而不是跟你只有在口说上面的对话，或者是很多用户学有没有不同语音、不同的口音，然后不同的语速、不同的说话的方式。对，其实真的很多人问说有没有印度口音，有没有英国口音，然后这些就会是希望说。有点像是辅助用户在英文口说的过程中，可能是沉浸式的学习，可能更个人化的去累积他的弱点以后，真的让他知道说他现在的英文学习的程度在哪里，他要怎么样进步，或者是刚刚讲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语速，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很个人化、很客制化去做更细节的设计，但。对，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辅助，就像 Speak， 其实 AI 也是一个辅助，它主要还是让用户可以完全沉浸在这个流程里面。但有另外一个，这当然这更根本性问题，就是说，我问过你们 CEO， 我忘记他答案是什么了。但是假设有一天这个 AI 做太好了，我刚刚讲印度腔啊，我觉得那印度腔的应用实在太有趣，就是你知道它是印度腔讲，对不对？这个 AI 的目的是它帮你把印度腔变成一般的英文。你是说在你跟印度人对话的时候，对，然后印度人讲话你听不懂嘛，他就会变成就不能讲字正腔圆，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白人在用的英文，然后你就哇，我没想过这个用法，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用法。口音转换，我感觉创办人是一个印度人，我看那个样子是一个印度人，有这个东西哦。对，然后以根本上来说，我说有一天，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堆人在做翻译器嘛，就是我有个眼镜，然后这边翻译，那我还需要学英文吗？我知道，我有自问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一个英文热爱学习英文者，不是刚才学日文，语言热爱学习者，对，越来越复杂，兼工作热爱者，哇塞，对，然后我觉得人跟人很直接交流是有点没办法取代，所以为什么用 Speak 学英文是让你可以跟真人很自在的交流，就算你用很多翻译器各种机制，但是它就是过了一层，感觉没那么好，感觉没有那么直接，跟这个交流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 Speak 还是让你敢开口说，但敢开口说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办法更真实的做交流，这个我自己觉得有点难取代啦。确实就是那你觉得有没有一种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它就变成有点像是学乐器，它不是一个 must have， 但是你会这个乐器，你感觉上加分。跟你讲高人一等嘛，也没高人一等，比较帅，就多了一个比较帅，就是我会弹吉他，比较帅啊。我讲一个很棒的口说英文啊，就是帅。你用翻译器就稍微弱了一点点，就是有这种可能吗？但我觉得
台湾很大学英文的初衷有是为了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我想象会很流利讲英文的我是一个更好的我，就是更好版本的我。其实很多人学英文，我们也有做用户访谈，我们做很多用户访谈里面，大家为什么学英文？他不一定是自我实现。对，很多人学英文的原因，我们问他说：“你是因为想进外商吗？你是想要出国留游学吗？”不是，他就觉得说我会讲英文。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我可能有更多机会。现在不确定机会是什么，但我可能未来有更多机会。就像当时学英文的我自己，确实，但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目标。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也是蛮好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个用户，他甚至是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他完全没有什么职涯或什么需求，但他觉得英文学好，他出国旅游，他跟人交流，他很快乐。就是这真的是也是另外一个使用的情境，对，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流利一样可以乱讲，然后还是很开心。我有听过你讲英文，对，还是很烂，然后用热情，对，热情用热情，对，就无所谓啊，就反正就这样。对 ，anyway， 我基于使我要 phrase 这个字眼，你在一个 AI 公司，对，那用 AI 来这做教育啊，线上学习。那贵公司或你最近最常用的一个 AI skill， 你用它来做什么？你觉得很厉害，比以前帮助你很多的？你不要讲语言的，没有语言。但我跟你讲，就是我后来在访纲把这个拿掉，是因为我超级工人智慧的，我就是一个我没有我没有你完全没没有利用。我没有注意到，我就是用很无聊，就是很常见，大家没有，我想知道你最常用、最无聊是什么？我最无聊，我真的很无聊对，听听看嘛。因为有些人就说他们拿来做理财的规划，有些人拿来做就是比如说我看剧，然后不知道剧情是什么，我叫问 AI， 你有没有这种拿来聊天？就没有什么，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好，我认真想一下，因为太无聊，导致我没有记下来。不是，搞不好你觉得很无聊的小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小孩怎么，我问一下 AI， 然后我发觉我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或是我跟我老公吵架，然后我叫 AI 跟我讲话，就结果了，有这种的吗？好，首先我不是一个会跟 AI 聊天的人，因为我很怕就是不小心讲太多。但是我最常用的其实是用 AI 写那个 Google Spreadsheet 的公式。是属于什么 App Script 啊？就是我就是给他一个情境，给他一个情境说我要加总。当然没有加总那么简单的啦，但就是直接写上就好了。对，我知道。我有很多的 sheet， 我要交叉比对，我要得到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公司很重视数据，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在调查报告前，我会非常紧张，我很怕我数据不够 solid， 然后被挑战，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数据被挑战。然后我又不可能无时无刻问那个数据分析师，他也很忙，所以我就是一直叫 ChatGPT 帮我，或是其他的那种 AI， 就是帮我写很多的数学分析的公式，所以也是工作相关的，所以才那么无聊。很棒。我的意思说，比如说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需要把 A 跟 B 两个报表把它拿来干嘛，然后你可以怎么跟 AI 叙述这件事情，叫它加在一起，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类似你讲的这样。不是，因为我的人生缺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长大的时候是别人在做的，然后已经直接跳过这个阶段了。我真的只会上。然后有几个简单的就是拉一下，然后我会做，但我对于这个 Excel 或 Spreadsheet 达人，我无法想象。那我想听像你这种达人，通常是怎么在运用一个公式？举一个，拜托你。好，比如说我有5个 sheet。然后可能要比对 A 跟 B 里面 ，A 跟 B 里面如果有重复，就抓 C 里面跟 A 一样的；那如果没有，就抓 D 里面这个栏位里面的这个数字。类似像这样，就是很多不同的跨表格的比对、加总比对数据。然后这个情境下我要这个，那个情境下我要那个，然后都没有，我要第3个。类似是这样，然后问 AI， 然后反正 AI 就会帮你生出来这个公式。对，我觉得他就直接帮我生出来，然后我就可以报告了，这样，不然我很紧张。那比如说你刚刚有叙述一个情境，说我实际上我怕被 challenge， 那实际上你会不会把这个数据丢过去给他，叫他 challenge 你？不会不会OK。对，我就纯粹只是把它当更像是一个工具，帮我解答。OK， 在既有框架下给我要，然后让我加速我的工作效率。对，因为其实以前想这个公式其实是蛮烧脑的。对啊，因为会想不出来，然后是 Google， 然后是查这样子。很好用，很好的使用很好的使用方式。不，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就是因为呢。其实我没用过，我不会想到。比如说，有人说拿来追剧，或有人用来跟这个老公沟通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一个
小事，但是就是原来可以这样用，你就觉得下次我可以这样子用。那我想到一个，就是也是工作，因为其实我们通常有时候请数据分析师会帮我们抓一些资料，然后我去看他的 SQL， 因为有些可能我需要更进阶的分析，那可能因为时差关系，我又很想看那个数据，我就把那 SQL 改一些关键东西以后丢到 ChatGPT， 就是丢到这些 AI 工具的平台，然后请他说我想要改一些情境，我想要多加这几个栏，我请他写个新的 SQL 给我，然后我再放进去。OK， 类似这很常见，因为过去以前我们这个 SQL 语法，你感觉就是一串魔法跟密码，对我们这种文组小白来讲，拿瓜一样，然后你丢进去，你就能把它改错或干嘛，你就是东调西调，就是感觉不太对。那现在其实有了 AI 之后，你就是丢进去，它会帮你修改到对的，你再丢进去 SQL， 一样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就很方便。对，OK， 很酷的使用方式。我觉得很实用啊。好，你最近你除了工作热爱之外，你有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有生活。OK， 我老板也这样问我，他说你有在过生活吗？对，你平常就是有在做运动吗？或者是比如说，我除了工作爱好者之外，只要不是工作，我就是运动爱好者跟音乐爱好者，就是我完全用音乐跟运动来填补所有的空白。做什么运动？运动就是可能爬山、跑步、重训、有氧。哇塞，这你也太认真了吧 ？OK， 好，自我成长焦虑型，这全部都有了。该有。还有暴食什么的，暴食还没有，因为我怕高，但就是没有办法克服怕高的恐惧，攀岩之类的。对，攀岩什么之类的。滑雪没有，还没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顺，下次去韩国出差就顺便去滑一趟。对，希望。对，然后所以运动也有，然后音乐是什么？就是我在学，比如说学，我在上打鼓课。哇！我每个礼拜运动5次，打2次鼓。我每周2次哇塞！就是我爱好者。我曾经有想过我要去学打鼓，但是就是感觉蛮适合你的啊。但是因为长相嘛，不就是那个过动的感觉过动的感觉，就是你这样，对，很棒。但是因为我没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光去运动啊，比如说一个礼拜运动2次，我就觉得哇，这是我人生比体育课还。比在学校时间上的体育课时间还多的人的时代，我已经觉得非常了不起了。但你显然不是这样子在思考这件事情，一个礼拜2次哦。就是运动5次，打鼓2次。打鼓也是一种运动。打鼓也在运动。我没有乱讲的啦，我感觉上有一点。那是什么爵士鼓还是什么？这有分吗？对啊，搞不好是手爵士鼓，就是有一堆一排的这种。对，你要踩神经的那种。对，这种鼓。OK， 哇，这个因为我其实会在每年年初的时候帮自己定一些目标，就是我今年是有实现的那种人。对，比如说我会定说，我今年一定要爬2次百岳。我今年一定要新学会一个运动，然后打鼓就会说，我今年希望在6月之前，我可以，就是我会量化的设定我的人生目标，对，什么歌，希望1个月可以打出1首歌，就是量化规划自己的人生。现在就是一个绝人遇上P人，然后他超惊讶，我想说，居然有人这样过活，那你会不会自己？压力非常的大，不会，我还会自己就是每月 review， 就说我这个月没有达成这个打鼓的数据目标，厉害了。好，哇塞，你很适合在这家公司工作，我觉得超适合，有够适合的，我的天哪！好，那你最近有看过什么书啊、影集啊或 podcast 之类的？好，但我不得不分享，因为我其实书跟影集就是在我过去的疯狂语言学习时期。就是会很无聊，就是我只要听 podcast， 我就是全部听英文 podcast， 而且还是要自我成长相关。那如果我看书，我就是要看原文书，然后还是要看自我成长书，然后1个月要看1本。就是我当时那2年疯狂学习的期间，我是每天录英文，然后每个月看1本文文书，然后每天要听15分钟 podcast。所以我后来在修正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多了。等一下因为你有小孩，我有小孩，你会不会有这种很？帮小孩做好一个很棒的 schedule， 没有，但小孩就会觉得说他就是独立个体，他放任他自己。我现在就是认真工作，他以后可能就财富自由什么的。我靠，哇，一个更从3岁帮他存0050，对，18岁真的，我们每个月帮他存。的话是抓大放小，我们每个月帮他买进0050，所以他现在是股东，他就不用担心这件事。对，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他慢慢的累积。我认识超多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帮他从1岁开始存0050，直到18岁，他就不用担心，不用管这些什么目标。你想，对，他就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
希望他可以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月帮他成为0050的股东，这样。我以后小朋友在学校的讨论话题就是我妈这个买了几张在0050，你这几张，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听过太多人讲同样的叙述，我觉得蛮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蛮正确的。因为我们是在很辛苦的环境下长大的，是，所以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很自由奔放的灵魂。OK， 好，那我刚回到刚刚那个书，你觉得最近有看过？除了声音，有没有什么比较什么小说散文类？好，我现在就是特别思考了一下，因为我人生在前2年实在太自我成长了，所以我想了一本书，但不是我看的，而是我们同事出了一本书，然后我觉得很感人，就是感人到我听他介绍的时候，我就是鸡皮疙瘩跟眼眶泛泪。就是我们有一个韩国的同事，然后他有25年来都因为口疾成为他一个很辛苦的点，就是他只要紧张的时候他会口疾非常非常严重。然后我刚开始1年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在会议里面感受到他其实过度紧张的时候他口疾其实是严重的，然后他以前很多工作经验都是会恶化他的口疾，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但他进 Speak 这1年以后，我上个礼拜看到他，我已经完全看不出他有口疾，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做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在 Speak的这个工作，然后他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对，我觉得很像宗教，有很强烈的使命感，让他的口疾变好了。所以他为了这个，他出了一本书，分享他的口疾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跟这样的使命之下，他口疾台湾没有出啊。没有出啊，对啊，那一本书嘛，不一定要中文啊。Okay. 你把它代理进来，你就可以。可以，我这好，那你出啊，那贵公司出啊，好。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想分享一下。所以这个是这个同事是他上次有来台湾吗？啊，有。我该不会遇到他吧？那个女生。谁？比较不是女生啦，是男生。是男生哦，对。但你上次遇到了很多人，看他可能在你经过的其中一组。对，因为他们上次来台湾这个异地训练，然后来台湾校外教学，结果遇到了台风，所以全体人困在信义区困了1个礼拜。然后就问 Fox 说，还是你要过来？因为我想台风因为原本没有安排我的行程，然后他说台风你要不要来？好，因为反正也没事做，他说Fox 要不要来？然后我就跟那个 Vicky 就去了。对。然后我想说，这神经病，台风天的可能前一天后来来了蛮多的创作者有来了，对，蛮有趣，其实是蛮有趣的。所以我刚刚讲韩国同事，我说我该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女生，但没有，好，对，好，然后书，然后好，最后理财，所所以显然就是指数派的，对，指数派，无情的 ETF 投资人，每个月无情的。定期定额这样子，你没有什么因为热爱 AI 我就没有哇 OK。我们家就是我们的共识就是无形的 ETF 投资人，所以甚至也不用去看，台湾的 ETF 还是美国的 OK， 因为你看你可能心情会受影响，干脆都不看，你就一直加，确实这样确实哇无情的，因为其实人类也成长，它就是会慢慢进步的，所以 ETF 就是最。好 ETF 派，好，走了，开始传教了，但是看这个派搜寻，没有，因为我们都有过，然后我当然也是指数，我是吗？我不是，我不是忠实的指数派，你不是无形机器，我有主动的，我们是信仰另外一派，就是那种什么 AI 派的，所以 AI 派当然就是，但它就会有很剧烈的起伏了，对，所以发现1-2年后，发现这样可能还比较好。对啊，都可以。我们最喜欢做白忙一场的事情了，真的很多白忙一场的，就是他不怕，很好，很适合。我们也做了很多虚拟货币，然后白忙一场啊，过了3个月之后白忙一场一场空啊。有一些学习啦，对，就是人生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学习。对，有上车有跟到，但是车也下来了，没关系。好，我们今天感谢君姐跟我们聊这么多，谢谢。来，有空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用 Speak 下载。谢谢，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